大家还记得吗？当时的投资移民价格仅需10万美金，但就在不久后的现在，价格翻了个倍还不止。还是那句老话，移民要趁早。嗨，大家好，我是独立离岸顾问Sean，关注我，让你全球都有人。2024年即将结束，今年是动荡的一年，俄乌战争、巴以冲突、苏丹内战，甚至连去年总统刚到杭州参加了亚运会开幕式的叙利亚也变天了。这样的国际形势让越来越多的高净值人群对身份规划的迫切需求进一步提高。我们全球人团队在忙着给大家伙儿进行身份规划和申请办理的同时，也觉得很有必要给大家捋一捋2024年这一年下来，全球范围内究竟还有哪些一步到位的投资入籍计划，也就是 Citizenship by Investment， 或者简称 CBI 项目。这其中最火爆的项目分别是哪些？这部 CBI Index， 也就是全球投资入籍领域最权威的机构之一，就全面总结了到2025年新年伊始之际，全世界仍在接受申请的12个一步到位的投资入籍项目，并且对这12个项目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这12大投资入籍项目到底是哪些国家？其中哪个 CBI 项目最具有吸引力呢？不同国家的 CBI 项目分别适合什么人？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护照探索之旅吧。Let's get into it。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看这12个投资入籍国分别有哪些：圣基茨和尼维斯、多米尼克、格林纳达、安提瓜和巴布达、圣卢西亚、马耳他、土耳其、瓦努阿图、埃及、奥地利、约旦以及柬埔寨。这里，我想以我们这么多年积累的投资入籍办理经验，这个行业最普遍存在的认知误区，那就是没有所谓最好的投资入籍 CBI 项目。大多数的移民机构试图向大家推销所谓最好的投资入籍项目，往往是建立在他们对您和家庭情况和需求几乎一无所知的基础上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决策，其实是一个极端错误的事情。而真正想要找到最适合您的 CBI 项目，您应该首先明确以下这几个问题的答案：您投资入籍的目标是什么？您银行开户在哪些地方？您在哪儿做生意？您的投资又在哪儿？您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您经常去哪儿旅行和出差？您考虑哪儿作为核心居住地或者生活旅居地？您目前持有什么护照？您希望获得哪些护照？如果您对这些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或者部分还在思考当中，那么欢迎您今天跟随我们的视频来一起了解2025年可以立即入手的投资入籍计划，并研究评估每个计划以及护照的相对质量和实用性。马耳他，欧洲是我们全人类近现代政治经济文明的发源地。欧洲国家与生俱来就带有一种贵族气质，而马耳他这个地中海中心的国家，无疑是2025年伊始全世界范围 CBI 项目含金量最高的国家之一。首先，它是欧盟成员国、生根国家、英文为母语的国家，免签和落地签全球超过190个国家和地区，而且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对全球6大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完全免签的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爱尔兰。要知道，这个 CBI 是一人投资，一家3代同时入籍哦，是不是很符合我屏幕前各位华人朋友的价值观？其次，它的投资入籍门槛真的是真金白银，60万欧元的捐款3年内入籍，75万欧元的捐款1年内入籍，附属申请人再加5万欧元每人。此外，还法定要求需要在马耳他境内购买70万欧元以上的房产，或者租赁租金不低于 1.6 万欧元的房产至少5年，以及从事1万欧元以上的慈善活动。马耳他可不是一般的欧盟国家，在币圈它还有个响当当的外号，叫做区块链之岛。币圈大佬币安的总部就设在马耳他。马耳他政府从2018年就开始为区块链背书，马耳他首相甚至在国会演讲中放话，数字加密币是不可逆的未来世界货币。就这么前卫的国家，怎么能不让人心动呢？
作为可投资的欧盟身份，马耳他可以说是我们币圈玩家绝对不能忽视的 Hidden Gem。更让人惊喜的是马耳他的经济表现，2023年 GDP 增长 5.6%，预计2024和2025年还将保持 4.6% 和 4.3% 的高增长。这增速怎么说呢？就像一个小个子却能在 NBA 打出场均30分一样的亮眼成绩。不过我得提醒各位一个可能存在的风险了，欧盟对黄金签证的态度正在全面收紧。据说欧盟打算在2025年全面叫停境内所有的黄金签证项目。西班牙已经开始动手了，最快2025年1月就要取消各类型的入籍项目。这么一看，马耳他这个机会可就显得更加珍贵了。当然，马耳他为了投资入籍项目在欧盟内合规，会把所有获得公民身份的申请人姓名在马耳他政府公报上公布，这点对于投资人的隐私保护上确实是欠佳的。因此，如果您有以下的需求，不妨认真考虑一下马耳他。一、想要快速搞到一个含金量极高的顶级欧盟身份；二、希望家族3代同堂能够获得欧盟身份；三、看重教育、医疗等高福利待遇；四、寻找一块对区块链和加密数字货币行业友好的乐土。OK， 大家对马耳他还有什么疑问，都欢迎在屏幕下方留言或者私信我们。大家的留言和点赞够多的话，我敢保证大家指哪儿我就去哪儿，绝对带各位老铁们看到深入该国最地道的一面。如果大家觉得马耳他这个欧盟国家含金量太足，对您来说可能消化不良，不妨看看另一个欧洲国家土耳其。土耳其英文名为 Turkey 的火鸡国，它不是个西亚甚至是中东地区的国家吗？各位看官，您总结的没错，但是土耳其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欧洲国家。要知道，该国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同时也是全球第6大都市，就位于欧洲的巴尔干半岛。从地缘政治上来看，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和欧盟候选国。土耳其的战略位置举足轻重，在全球众多投资入籍项目中，土耳其是为数不多既符合投资入籍又适合实际居住的大国。这里不仅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还保持着蓬勃发展的经济态势。去年2023年，土耳其就实现了 4.5% 的 GDP 增长，这使得土耳其2023年 GDP 换算成美元暴增至 1.12万亿，超过了沙特，并且跃居中东北非地区最大的经济体，首次晋级全球1万亿美元 GDP 的俱乐部。土耳其护照的含金量也是相当可观的，持有土耳其护照可以免签或者落地签进入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且支持双重国籍。这意味着你无需放弃原有国籍就可以获得土耳其公民身份，该身份还可以世代相传。关于投资入籍的具体方案，2017年土耳其的 CBI 项目才首次登场。虽然是个新人，但是已经后来居上，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和关注。目前申请途径主要包括以下3种：一、房产投资，需要投资40万美元购买政府认证的房产项目，持有期限仅3年；二、资金投资，包括在土耳其银行存入50万美元并持有3年，或投资同等金额的政府债券、房地产投资基金、固定资本或私人养老基金。三、创造就业，要求能够提供50个经劳工和社安部门认可的就业岗位，从申请到获得护照，通常整个过程只需要8个月左右。当然，投资者在考虑土耳其项目时，也需要谨慎评估以下这几个关键因素。土耳其目前面临较高的通货膨胀压力，这可能会影响房产等投资的实际价值。其次是资产流动性的问题，房产转让受限，只能销售给土耳其本地买家。对不起，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在签证便利度方面，虽然土耳其护照提供了不错的免签待遇，但是对于美国、加拿大和主要的欧盟国家仍然需要签证。不过，土耳其公民可以申请美国 E2 签证，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福利。曲线赴美也是一条不错的道路。税务方面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土耳其采用全球征税制度，最高税率可高达 40%。这个数字我说出来，嘴都在抖。当然，大家可以通过不定居在土耳其来规避税务居民这一风险。这不，我这个月刚刚有去到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亲身的感受，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国际化大都市。从欧洲中世纪的东罗马拜占庭
到后来的奥斯曼土耳其，再到今天接受投资入籍的浪漫土耳其。如果你的宗教信仰正好还是伊斯兰教，当地的文化饮食那简直就是太适合你不过了。我在土耳其每一顿都是烧烤，也就是 kebab， 那不论是牛肉、羊肉还是海鱼，那世界顶级的风味，即便对于我在民族大熔炉的美国，也是从未品尝过的。此外，土耳其语和中国的维吾尔语就像是咱们的北京话和天津话的区别，稍微融会贯通一下，就是可以自由交流的啦。在语言学上，这两种语言同属突厥语系 Turkic language。说到语言，当地人的英文水平那是真的不咋地。我跟酒店前台聊天，说实话都老吃力了，出去打个车也必须靠翻译软件。当然，当地人真的是热情友好，心地善良。我当时从拜占庭和奥斯曼土耳其皇宫出来打车，突然发现自己的无人机给放在寄存的安检处忘拿了，司机立刻就把我给开回了景点。在人流最繁忙的皇宫大门口找了个缝隙强停，足足等了我10几20分钟，也没有坐地起价多收1分钱。这一点让我作为游客对土耳其司机群体的素质还是非常认可的。加勒比五湖，接下来我们把眼光看向加勒比海。在这片海域，圣基茨和尼维斯、多米尼克、格林纳达、安提瓜和巴布达和圣卢西亚这几个国家可是常年霸榜投资移民的前几位。在即将步入2025年的今天，这5国都提供一步到位的捐款项目，其中圣基茨和尼维斯的起步捐款额是25万美金，圣卢西亚24万美金，格林纳达23.5万，安提瓜和巴布达23万，多米尼克最低是20万美金。当然也都有最低要求在30余万美金的投资房产选项。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大家还记得吗？我今年上半年刚刚介绍过该国，当时圣卢西亚的投资移民价格仅需10万美金，但就在不久后的现在，价格翻了个倍还不止。我们蠢蠢欲动的心是不是都在默默滴血？还是那句老话，移民要趁早，早几个月上车就是几十上百万真金白银和宝贵时间的节省。到时候不想以难民身份非法出入境，就尽早办理身份，办好了随时可以用，花合理的钱。到了关键时刻，人家10倍、100倍的价钱，甚至也买不到了。加勒比海这5个拥有公民身份计划的国家，也是全世界 CDI 项目的起源地。现在越来越多的富人家庭会发现，加勒比这些中立的发展中国家，看上去属于 B 级的护照，却是未来的潮流。不仅仅是成本更低。加勒比五湖的投资入籍最适合哪些人呢？我建议以下几类人群可以重点考虑：一、需要税务规划的家庭；二、考虑出行便利的人群。加勒比五湖护照免签和落地签最低都在13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三、已经有欧美身份想要备份的人士；四、特殊行业从业者，比如数字、加密货币等等。这里重点说说税务规划。加勒比这5国堪称是避税天堂，没有财产税、赠与税、遗产税，甚至连资本利得税都没有，而且所有的征税只在境内征收。这在当今 CRS 税务联网的时代，简直就是一张避税神卡啊！不过这里要提醒一下各位，如果你在当地待够180天，或者有房子住满30天，就会被认定为税务居民，那可就得全球征税了。税率还不低，普遍在15%到35%之间，所以这个避税天堂也是要懂得怎么玩才行嘛。其他国家，剩下的几个投资入籍国家里边，欧洲的奥地利投资门槛高达300万欧元，埃及、约旦、柬埔寨门槛也不低，因此整体上吸引力不算大。这其中只有瓦鲁阿图目前是全世界投资入籍门槛最低的国家。单人最低捐款额仅10万美元，它的位置让它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这个项目也相当复杂，很难解开，没有官网，政府官员有时会说一些自相矛盾的话。基本上，如果算上政府捐款和支付给瓦鲁阿图当地法务的费用，您至少需要13万美元以上。瓦鲁阿图护照是全球绝无仅有的免签前往俄罗斯的几种经济公民身份之一。它还提供了进入英国、爱尔兰和以色列的权利。然而，瓦鲁阿图被欧盟限制了免签的权利，目前也不免签大部分美洲国家，甚至在其后院澳大利亚都不免签。
之前一期瓦鲁阿图的视频，我们也有说明，护照的口碑确实有待提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帮助不少客户深度了解了该 CBI 项目错综复杂的规则，并且最终获得了护照。投资者喜欢的往往就是瓦鲁阿图能够给他们带来的偏远感和隐私性。经过详细解读2024年全球最受欢迎的投资入籍项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个项目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和潜在的风险。如果你正在考虑投资入籍，不妨先问问自己几个问题：你的预算范围到底是多少？是否有实际居住规划？对免签国有什么具体的要求？税务规划的需求如何？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帮助你更清晰地找到最适合的选项。到底是马耳他、土耳其、加勒比、五虎还是瓦鲁阿图等国呢？等您来告诉我们这个最佳答案。OK， 如果您觉得投资获得身份这个方式非常适合自己，希望通过一个新的身份实现人生和事业的新丰收，那就不要犹豫，立即私信我们，我们专业的团队随时待命。我们能够为您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不论是申请流程梳理、个人资料准备、复杂政策解读，还是后续开启更多居留身份，甚至其他公民护照，我们都能帮您解决问题。都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留言，和我们一起讨论交流，或者私信我们。记得关注我们频道，别错过更多关于移民旅居的劲爆内容。顺手牵羊，一个关于去中心化资产配置和无国界生活方式的频道。我是Sean，我们下期见，拜拜。